我是被仙尊遗留在人界的一柄破剑。我陪着仙尊从扣山门到历劫飞升，从一柄漂亮的水剑到破破烂烂的废铁。仙尊换了无数把剑，也没抛弃我。直到仙尊与道侣莲吾一同飞升那日，莲吾无法忍受仙尊有一把破剑，于是仙尊把我交给莲吾处置。莲吾把我随手丢进了掌门的炼丹炉里。6年后，听闻仙尊要下凡历劫了，我与我的小崽崽也跟着众人去凑热闹。仙尊看着人群中的我，焦急地穿过人群来到我面前唤我名字。啊！我与小崽崽面面相觑，仙尊竟认识我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，我是清月峰的掌门夫人。说来好笑，当初因我误食了掌门整整1炉灵丹，掌门遂气急败坏地把我扣押起来当夫人。不过我丢失了吃灵丹前的记忆。清月峰是个很小的门派，但是如今却声名大噪。无他，青衡仙尊与其道侣莲吾于6年前在此地飞升。不过近日却听闻青衡仙尊要下凡渡劫，仙尊将于玉仙宗现身，届时会请各大门派掌门前去恭迎。我夫君经常神龙见首不见尾，于是请帖便递到了我手里。我与崽崽素来爱看热闹，所以我决定带着崽崽前去。崽崽3岁了，是个女宝，长得圆滚滚的。我与崽崽赶到玉仙宗时，已至傍晚。清月峰是个小门派，我与崽崽被安排在了末等客房里。出去取顿饭的功夫，待我回来，发现崽崽正一个人蹲墙角玩。娘亲，娘亲，大猪猪！房里怎会有猪？走近一瞧，好家伙，好大的蜘蛛！我吓得一蹦3尺高。转念一想，这蜘蛛莫不会有毒吧？我急忙拉开崽崽，把门推开，掌中画出一柄锈迹斑斑的剑，剑锋一扫，把蜘蛛扇出门外去了。说来也怪，我不怕蛇虫鼠蚁、猛禽野兽，唯独怕这会结网的蜘蛛。哇！大猪猪飞走了。笨崽崽，是大蜘蛛。大猪猪。次日，玉仙宗山门前，各大掌门及其家圈排在前头树荫下。我与崽崽挤在各小门小派的人群中晒日头。早知道就不来凑热闹了，这比山下最好的说书先生门前还挤。就在我准备带着崽崽撤退时，人群中传来了轻呼声。青衡仙尊到了。我急忙把崽崽举高了，自己也伸着脖子去瞧。飞升于修仙界而言是极难的事，1000年才飞的1-2位仙尊。仙尊下凡历劫更是极罕见的事情。我对崽崽寄予厚望，希望崽崽日后也能有好机缘，得到飞升。崽崽吃着手指，在我怀里随着众人轻呼。我从缝隙中瞧见了传闻中的青衡仙君，止不住倒吸一口凉气。这青衡仙君怎么穿着破衣烂衫，蓬着头垢着面就来了呢？青衡仙君无视众人境，直踏入山门，众人反应过来后才行礼叩首。而我抱着崽崽就这样不懂规矩的直直立着。青衡回头看了一眼，眼睛倏然睁大。我与他对视一瞬，缩了缩脖子。完蛋，他不会找我和崽崽麻烦吧？我急忙把崽崽放地上，自己也装样子趴在人堆里。恍惚间好像有人唤我名霜。恰在此时，众人以为青衡仙君走了，纷纷又起身。我望着身边的好多双脚，急忙抱着崽崽遁走了。我与崽崽在山下一人吃了一碗阳春面，便匆匆赶去听李秀才说书。青衡仙尊下凡来渡劫是最近的热门话题，不论是哪家茶馆，都在讲青衡仙尊在凡间的奋斗史或是风流往事，李秀才也不例外。我与崽崽皆竖起耳朵听。青衡仙尊的往事大家都听过了，今日我讲点不一样的。人人皆知青衡仙尊是下凡历劫，要我说青衡仙尊压根没飞升成功。茶馆顿时吵嚷起来，说李秀才哗众取宠。惊堂木一拍，满是寂寂。如果是仙人下界，那日在玉仙宗门前，何至于如此狼狈？青衡仙尊是有尘缘未了，因果未尽，所以飞升失败。一个背着剑的不山少年站起质问：笑话，青衡仙尊与道侣莲吾间谍情深，且仙尊人后，讲信修木，怎会有因果缠身？各位可知，青衡仙尊有一柄唤名霜的剑，此剑。崽崽兴奋地拍拍我，名霜，娘亲。我也呆住了，青衡仙尊的剑竟与我同名。
什么明霜剑？没听说过。李秀才就喜欢编新故事。青衡仙君最厉害的剑明明是归墟。李秀才还未讲完，众人便一哄而散。我回去时，在清月峰山脚下迎面碰上了夫君。夫君作为掌门，虽然没有把清月峰发扬光大，但样貌却是一等一的清俊漂亮，在这十里八乡十分出名。爹爹，爹爹！仔仔高兴地扑了上去。夫君瞧见仔仔也心情大好，把仔仔抱起来转了2圈。有没有想爹爹？有的，仔仔和娘亲都想爹爹。夫君不在家，我别提多爽，天天带着仔仔四处疯玩，臭仔仔竟会说谎。是吗？夫君似笑非笑地看了我一眼。我讪讪一笑，当然。我与夫君回了穷酸的山门。说起来实在是心酸，清月峰只有13名弟子，我怀了仔仔后，夫君才修了间茅草屋。怀仔仔前，大家都各自住洞里。夫君把我和仔仔送到屋里后，嘱咐我要勤勉练功，与仔仔最近不要乱跑，他要闭关一段时间。说完便又走了。夫君最近越来越奇怪了，山中除了果子还是果子，实在馋得厉害。我在清月峰憋了半月后，还是带着仔仔偷偷溜下山了。虽然清月峰看起来很穷，但是夫君的银钱却不少。我与仔仔在闹市挥霍一通。傍晚，我乘兴而归，忽然看见前方有一堆人凑在一起，我带着仔仔挤了过去，竟然瞧见了那青衡仙尊。他在空地上摆了一个巨大的阵法，一阵嗡鸣声响起，阵法中央金光大起，我竟被吸了进去。匆忙间，我放开了仔仔的手，我站于阵法中央，照出本命剑握在掌中，警惕地望着神色激动的青衡仙尊。明霜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仙尊认错人了吧？青衡仙尊愕然道：你不记得我了？你是我的剑啊，你忘了吗？我像看傻子一样看着青衡仙尊，我就算真是剑灵，你可见过能生孩子的低阶剑灵？说来惭愧，我虽然吃了夫君的一炉灵丹，境界依旧很低。青衡仙尊好像彻底傻了。孩子？谁的？谁欺负你了？我不欲理傻子，准备踏出阵法去寻我的仔仔。没想到这阵法属实强悍，我每踏出几步都被拽了回去。我转身看向阵法中央的那几块石头，挥剑劈去，剑气形成一股强劲的罡风呼啸而至，周围响起一片呼声。只是阵法中央的那几块石头却纹丝不动。我拧眉看向青衡仙尊，青衡仙尊却盯着我的剑看。明明是水属，怎会变成风属？我无奈道：知道认错人了吧，快些放我离开吧。青衡仙尊固执道：我以明霜旧物为引，一步步寻至此处，不会有错的。好吧，就当你说的是真的。那请问青衡仙尊，找明霜有何事啊？与我一同飞升吧。啊，还有这等好事？我眼睛一亮。好啊，好啊，可以带上仔仔吗？还有仔仔爹。青衡仙尊顿住，面色复杂地看着我。怕是不行，从前与莲雾一起，是因他离飞升也就只差一步之遥，渡劫时我助他一臂之力即可。你是我灵剑，我带你飞升天经地义，再带旁人怕是不行的。哦，我有些失望，不过我本就不是能够飞升成仙的料，落差倒也不大。不过我有些好奇，你从前为何不带你的明霜剑飞升呢？青衡仙尊面露痛苦，一脸愧疚地看着我。好吧，他应当是又把我当成他的明霜剑了。撞名真是个麻烦事。人群中一阵熙攘，仔仔突然穿过人群，像一个炮弹一般朝我冲来。我伸出胳膊，一把他捞进怀里。娘亲不能丢仔仔，娘亲坏。仔仔委屈地在我怀里抗议，睫毛上挂着一颗硕大的泪珠。是娘亲的不是，娘亲给仔仔道歉。娘亲在这里做什么？太久了，我们回去找爹爹吧。娘亲同仙尊谈事情呢。仙尊请放我回去吧，我不会同你一道飞升，也不是你的剑。仙尊没有理我，只是矮身在阵法中调换了几颗石子的位置。狂风骤起，我紧紧地抱着怀里的仔仔。转眼间，我们便身处玉仙宗。青衡仙尊是玉仙宗的长老，住在后山一处雅致的房子里，房前有大片竹林。房子固然漂亮，
但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。我与仔仔被软禁在了这座漂亮房子里。我俩试图跑了2次，结果那片竹林怎么都走不出去。我跑去找青衡仙尊，仙尊只说1个月后便是再次飞升的时间，届时会带我飞升。我问他仔仔怎么办，仙尊说会交还给他父亲。我气愤不已，便带着仔仔拆仙尊的家。仔仔很兴奋，从储物袋里掏出一把乾坤扇，一气乱扇，扇子扇飞了一面墙上的字画，露出一个暗门。我鬼使神差地推开暗门走了进去。黑漆漆的暗室里放着一些各式各样的武器，武器上头蒙了厚厚的一层尘土，结网的蜘蛛到处都是，可能是被蜘蛛网吓到了。我心口一滞。暗室东侧有一个匣子，匣子里却空无一物。我身体控制不住地发颤。我画出本命剑，把那匣子劈成几半，方好受血。我与仔仔把青衡仙尊的房子拆得没有下脚的地方。青衡仙尊回来后却什么都没有说，只是寻了一块空地，便席地而坐，开始打坐。我觉得他无趣极了。我与仔仔大眼瞪小眼，累极了，我俩躺在满地狼藉的地上。我偷偷去看青衡仙尊，却发现他并没有好好打坐，而是在偷看我。我抓着手边的一本书，便朝他掷去。书本落在了他的袖子上，他却笑了。他好像真的不太正常。仙尊后来叫了几个弟子，把屋子重新收拾了一番。我与仔仔闲来无聊，便去竹林里采蘑菇。仔仔采了一些鲜艳的蘑菇，我急忙拉住仔仔。娘亲不是教过仔仔吗？这些漂亮蘑菇吃了会肚子疼，仔仔快丢掉。修仙者吃了毒蘑菇并无性命之危，只是会腹痛几日。仔仔把蘑菇藏在身后，抢娘亲给仙尊吃。我哭笑不得地看着仔仔，虽然我从未同仔仔说过我俩如今的处境，但是仔仔很聪明。不过我不能把仔仔教坏，我没收了仔仔手中的毒蘑菇，决定自己找机会偷偷放进仙尊的饭食里。我看蘑菇采得差不多了，便与仔仔往回赶。这片竹林很神奇，不管往什么方向走，最终都会走向青衡仙尊的房子。只是我抬头看着挡在路上的不速之客，一位着蓝色宽袍的女子抱剑冷冷地看着我和仔仔。我把仔仔推到身后，掌中画出本命剑。明霜，你不该活着，我与你有何仇怨？你挡我路了。我被气笑了。姑娘，这会儿分明是你挡我路。那女子二话不说便拔剑向我砍来。唉，现在的疯子真嚣张。我迎上前去，可惜接了几招后便节节败退。仔仔见我不敌，急忙从储物袋里掏出各种小灵器，朝着那女子使去。虽然于他而言如同挠痒，没有伤他分毫，却给了我很多喘息时机。我运功把毒蘑菇化作齑粉，随后往空中一抛，仔仔用乾坤扇使劲扇。那女子正要掐个小结界抵挡，仔仔又掏出一把扫帚扔了过去。那是一把可以清除小法术的扫帚灵器，小结界没成，毒蘑菇扑了女子一脸。女子黑着脸瞧着仔仔，只是没想到那女子被惹怒了，竟祭出了一柄黑沉沉的巨剑，想要把我和身后的仔仔一击毙命。我飞速拉开距离，挡在仔仔面前，把所有灵力都用来做结界。赫赫威压迎面袭来，剑未至，结界却轰然被碾碎。我急忙抱起仔仔后撤，千钧一发之时，剑意突然间瞬间消散。青衡仙尊不知道什么时候挡在那柄剑的身前，一人一剑对立着，那剑此时如一柄普通的铁剑般朴实无华。女子一改先前的强势清冷，红着眼就像看负新郎般望着青衡仙尊。在这奇怪的气氛中，林间缓缓溢出丝丝缕缕的黑雾。在所有人都怔愣时，黑雾猛地朝我扑过来。魔族！青衡仙尊大骇，我脖子被紧紧扼住。仔仔在一边哭着扑赶那些黑雾，却无济于事。青衡仙尊向黑雾施法，却被反噬吐血。那女子急忙过去扶着青衡仙尊，却被青衡仙尊推开。我气息逐渐变弱，我用仅剩的微弱力道把仔仔推向青衡仙尊，期望青衡仙尊把仔仔带走。黑雾越来越浓，我的头脑发紧。慢慢的，附加在我身上的力道似乎越来越轻。我低头看去，
发现更多的黑雾是从自己身体里散发出去的。我那柄本该锈迹斑斑的本命剑变得黝黑发亮。我站起身，看向焦急地向我这边不断施法的青衡仙尊，勾唇一笑：“主人，好久不见啊。”青衡少时被同村的几个孩童欺辱，掉进了一处野潭中。他不会游泳，无意中抓住了潭底一把剑的剑身，剑身割破了他的手，银剑饮血认主，潭里的水瞬间消失了。青衡醒后手中有一柄漂亮的细瘦银剑，身旁蹲着一位蓝衣少女。主人，我叫明霜，从今往后，明霜会保护你。青衡6岁逢战乱，跟随父母一路逃亡，后父母将他寄于此村一农户家。战乱平息后，父母再也没有回来找过他，他被农户赶出屋后居于驴棚中。青衡靠村里人接济长大，吃百家饭，穿百家衣。村里的孩童都喜欢欺负青衡。你这个外乡人，怎么还赖在我们村？你好臭啊，一身驴粪味。一个年纪稍小的孩童朝着青衡掷小石子，其他人也嘻嘻哈哈地跟着一起砸，只是石子却被一柄剑一一挑了回去。那几个少年或捂着额头，或抱着腿，敢欺负我主人，我看你们是不要命啦！明霜抱着剑，眯着眼笑嘻嘻道。那几个少年一哄而散，青衡的心砰砰乱跳。明霜很能打，青衡有了明霜后，再也没人能欺负他。只是明霜有时出现，有时突然消失，青衡有些患得患失。一日，村里来了只大妖，大妖把驴棚的主人陈老头叼走了。陈老头将驴棚借给青衡住了16载，青衡决定前往大山营救陈老头。青衡出发时，明霜不知道跑哪里去了，心想也好，不必陪他去冒险，于是一人一剑便去寻大妖去了。午间，日头炙烤大地，青衡腿脚酸痛，于是决定在树下稍作歇息。他坐在地上，抬起胳膊擦了擦额头上的汗。哎呀，好烫啊！青衡猛地转头，明霜不知道从哪里来的，坐在他身侧学他拿着袖子擦额头。你怎么来了？明霜眨眨眼睛。我一直都在啊。青衡心中一暖。明霜与青衡很快便找到大妖，救出了陈老头。大妖看见提着剑的青衡与明霜，还未打，便丢下陈老头跑了。青衡成了10里8乡的大英雄。这年，玉仙宗广招外门弟子，乡长给了青衡一个选拔名额，于是青衡带着明霜踏上了漫漫修行路。玉仙宗是修行界的翘楚，前来竞争的人如过江之鲫。青衡靠着明霜成了竞争者中的魁首，魁首可依特例进入内门，成为内门弟子。有人嚷嚷着不公，说青衡是靠着灵剑当的魁首。青衡看着手中透着水色的漂亮银剑，又望着跟在身旁的明霜，反驳道：“都是明霜的功劳，他才是真正的魁首。稍后我会与内门师兄讲清楚。”装什么呢？那人白了青衡一眼，走了。内门师兄来引青衡入门时，青衡与师兄解释道：“你们弄错了，拿下魁首的是明霜，内门弟子应当是明霜。”明霜是。青衡把正在桌前吃点心的明霜拉起来。师兄疑惑道：“这不是你的剑吗？”青衡愕然看向明霜。主人。明霜歪头嘻嘻一笑。青衡成了玉仙宗的小师弟，拜入掌门门下。青衡修行颇为刻苦，进步很快，在一次次历练中获得了很多机缘，很快变成了修真界的新星。随着青衡实力的提升，明霜剑上细碎的伤痕越来越多，明霜身上也多了些伤疤。青衡的实力超过了明霜，青衡不再使用明霜剑了，明霜只跟在青衡身边游山玩水。青衡却很满足，看着明霜开心，他也很快活。这日玉仙宗的大小姐莲梧回来了。莲梧没有灵根，自小在外祖家人界皇宫长大，没想到莲梧成年后，突然有一天就生出了水系单灵根。掌门与夫人十分开心，迫不及待接了女儿回来。青衡初见莲梧时愣了一瞬，只见莲梧青丝如瀑，穿着一袭蓝色宫装。明霜在旁边也赞叹不已：“大小姐好漂亮啊！”青衡黑了脸，拿袖子挡着明霜，明霜只能看我，不可多看旁人。明霜哈哈一笑，倚着青衡道：“知道，主人才是人间真绝色，
旁人怎比得上？青衡抿了抿唇，拉着明霜正要走。站住！莲吾叫住了二人。你的剑，我喜欢。青衡拧眉看着莲吾，明霜拍了拍青衡，喜滋滋地道：他喜欢我哎。买你的剑需要多少灵石？青衡淡淡道：明霜是我本命剑，千金不换。莲吾了然：我出万金。青衡摇了摇头：明霜很重要，他已生灵，请你不要辱他。明霜也有些愤愤，摇了摇头道：你这人不大行。没想到莲吾却直接上手抢。莲吾自此便心心念念着青衡的剑，二人经常为此大打出手。掌门心疼女儿，拿着一品灵剑，想要与青衡换明霜，青衡没有应。莲吾与青衡成了御仙宗里众所周知的死对头。很多人说明双剑配不上青衡，只会拖他后腿，容了重铸，配修为刚起步且同属性的莲吾倒是恰好。青衡一概不理。传闻千年前魔尊陨落处出现几只妖物，为祸人间，御仙宗派弟子前去除妖。魔尊陨落处自成一秘境，众人吃下除障丹便进入秘境。秘境早被众派弟子洗劫过几次，众人皆以为秘境中除了重重瘴气便什么都没有了。未料到此次一入秘境便魔气四溢，所有人都被打了个措手不及。青衡把其他人都送出秘境，独自一人对付魔物。他最后力竭倒下，明霜剑在他腰间嗡鸣不断，他把最后一丝灵力用在加固明霜剑的封印上。待青衡醒来，已是10年后。青衡发现自己身处山涧茅舍中，摆在桌上的明霜剑锈迹斑斑。他查探四方，发现了推门而入的莲吾。莲吾说是自己拿着父亲给的灵气救了青衡，为此魔气入体，与他在此处养伤。青衡与莲吾自此化敌为友，二人目标一致，皆是飞升大道。二人于山涧间立下约定，先飞升者需留下所有法宝给另一方。青衡笑着应了声好，又补充道：明霜除外。明霜自从秘境中出来后，便再也没有化形过。青衡百思不得其解，莲吾道许是被魔气灼伤了罢。青衡与莲吾回到宗门后，掌门经常派他二人一起去除妖。青衡与莲吾默契渐甚。一日，莲吾听说归虚剑现世，便独自去取剑。待青衡知晓寻过去时，莲吾倒在地上吐血不止。莲吾说此行是替青衡取的，要他一定要把剑取回来。青衡打败了镇守神剑的妖兽，成功取回了归虚剑。青衡说剑是莲吾先寻到的，要将剑给莲吾。莲吾便扯出青衡腰间的明霜剑，割破了青衡与自己的手。莲吾一笑，说让神剑自行择主吧。神剑最终认了青衡。莲吾又道：你若过意不去，与我结为道侣吧。青衡看着莲吾，莲吾取出淡蓝色的帕子，抹了抹唇边的血迹，你我结契，神剑便也能认我了。青衡拧眉沉思，总觉得自己忘了什么，不过他还是应了。青衡与莲吾结契那日，御仙宗叫来了半数修真界前来观礼。也是在那日，明霜醒了。明霜感觉到自己灵脉中又多了一层禁锢，他找到青衡，想要跟他说些什么。莲吾看着他的眼睛笑了笑，他便什么都说不出来了。青衡总是无意间躲着明霜，明霜只好一个人在宗门里找乐子。有一次，青衡抱着莲吾在房中亲热，明霜醒后突然于房中现形。莲吾怒气冲冲地说要容了明霜，明霜生气呛声，怒斥莲吾是个大骗子。莲吾照了数个水球砸向明霜，水球却在半空中凝结成冰球，全砸向了莲吾。青衡施法抵挡，冰球却又化水淋了二人一身。青衡颇为头疼，最后还是在莲吾的一句句熔调中，把明霜封在了暗室的剑匣中。明霜日日清醒地待在匣子里，日渐狂躁。他如同往日般一次次固执地冲着封印，可主人不像往日受伤时那般虚弱，封印越来越牢固了。自己锈迹斑斑的剑身上结了一层层的蜘蛛网，虽然不是蜘蛛网缚住了他，他还是觉得厌恶至极。明霜在一次次的失败中产生了自毁倾向，是不是切断与主人的联系，自己就能逃出这匣子了？剧烈的疼痛中，他听见了自己剑身一段段裂开的声音，他觉得畅快极了。就在他要切断与主人的最后一缕血脉链接时，眼前光亮大盛。
他被人用布包起来带走了。你真要带着他？是青衡的声音。飞升很是凶险，多一个人便多一些变数。莲吾见青衡没说话，便又道：我给他找个好去处罢，我们飞升成功后再来寻他更稳妥一些。青衡默许了。明霜被带到了一间药味浓郁的房里，房间中央烧着一个很大的药炉，柴火燃烧的声音噼啪作响。明霜感觉自己倒在了一片柔软中，脚步声渐渐远去。灼热自四面八方袭来，不远处遥遥响起劫雷的声音，噼啪，最后一丝血脉链接断了。明霜就要生死道消时，一颗圆滚滚的东西掉在了剑身上，一股浓厚的灵力突然融入一截断剑中，逸散的神识重新聚拢，全身如抽筋断骨般痛楚。等他醒来时，自己原身变成了一柄黝黑发亮的银剑，正被一个穿着一身黑色宽袍的男子握于掌中把玩。哟，醒了。本尊打个盹的功夫，你便不声不响把存了本尊大半灵力的丹药吞了，小贱灵，该当何罪啊？明霜猜是他的灵药才导致自己重生成功。明霜本就觉得存于这世间无甚乐趣，于是无所谓道：那你拿回去吧。男子摇摇头，此丹只可用一次。他没办法，明霜更没办法。本尊娶你当夫人吧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你成了内人，那就相当于本尊没有损失掉这大半灵力。他的逻辑虽然有些奇怪，不过明霜觉得能讲得通，于是也赞成他那样做。他说他叫苍银素，是清月峰的掌门，门下有10几名弟子，并把弟子们叫来拜见掌门夫人。不像玉仙宗弟子那般性格各异，清月峰的10几名弟子如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般，沉静无趣。明霜与清月峰掌门简单结契后，便失去了很多记忆，刚获得的大半灵力被压制在体内，原身又变得锈迹斑斑。主人，好久不见啊！青衡讶然，你想起来了？我把剑指向莲吾，当然。莲吾握着龟须指向我，一把剑也想饶我飞升大道。我好奇，我如何能阻你飞升大道呢？莲吾看了眼青衡，没有说话。你几次加害于我，我得给自己讨回公道。我举剑飞身上前，青衡却挡在我面前。莲吾因我飞升失败，且身受重伤，与我何干？我其实喜欢的是你。我讶然看向他，我因感知到你我灵气中断，所以飞升失败。他温柔地看向我，憧憬道：此次你我2人一同飞升。我莫名笑起来，笑得眼尾都湿了。我与青衡相伴多年，说没感情是假的，可他干的事情实在是好笑。我问，喜欢一个人可会同旁人结契？喜欢一个人可会把对方清醒的独自封起来数百年？喜欢一个人可会纵容旁人杀他？青衡突然间面色苍白，低下头不敢看我。青衡又转身劝莲吾，看在多年的情分上，放过明霜吧，他只是一柄剑。对啊，他只是一柄剑，一柄阻你我飞升的剑。你可知我从没有灵根走到如今花费了多少力气吗？是我负你，我已将龟须剑还你，你有怨气尽管冲我来。就算杀了你又有何用？我帮你毁了心魔，我们便可以飞升了。莲吾越过青衡飞向我，我随手支出本命剑，龟须剑突然间回到了青衡手间。按照青衡预想，就算没有龟须剑，莲吾杀我也轻而易举。青衡向我这边掐起一层结界，没想到身后响起了重物跌落的声音。他回身望去，莲吾已经被明霜剑一剑贯穿，剑中魔气大盛。我拧眉思索片刻，勾嘴一笑：你这灵根不是自己的吧？剑又一横，魔气在莲吾经脉游走，一点点把体内不属于他自己的灵根摧毁。莲吾咬牙在地上哆嗦，红着眼恨地看向我。青衡急忙过去扶着莲吾，施法阻止却毫无办法。他又焦急地望向我，眼中一片央求。我不杀他，却比杀了他还痛苦。青衡眼中又是一片痛心。你入魔了？我帮你拔除魔气吧，不然你会被各大门派绞杀的。早在6年前，我就挣断了你我的主仆气，我今后如何与你无关？我抱起身后乖乖看戏的仔仔走了。回到清月峰，苍银素还在闭关。苍银素其实是个大魔头，我吞了他的灵力，也变成了一个大魔头。
莲舞早在我把剑刺入他身体的时候就已经捏碎了除魔令，现在我们两个魔头怕是已经上了各大门派的通缉名单。我把清月峰的财物都打包好了，给苍银素留了一封信，带着仔仔逃跑了。娘亲，不带爹爹跑吗？你爹在闭关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攻城，贸然打扰他会遭反噬的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娘亲带仔仔先藏起来，才好想办法救你爹爹。这清月峰的弟子皆是傻子，我叫他们跟我一起跑，竟无一人听话。在我就要跑出山门时，却被一个巨大的结界给挡了回来。夫人这是要带着仔仔离家出走吗？我回头一看，只见苍银朽暴毙靠在一棵歪脖子树上，他竟出关了，正好一起跑。爹爹，一起跑，有坏人要来。苍银素抱起仔仔往山上走去，我以为他还不了解状况。我身上的封印破了，清月峰不安全了。苍银素毫不在意，无妨。我顿时火大，你无妨，仔仔呢？你自大也不能拿仔仔冒险吧？仔仔看我俩吵架，充当起了和事佬，娘亲不气，不气，仔仔也无妨的。苍银素问，你准备带仔仔逃往哪里？魔界啊，对于大魔头来说，魔界应当是最安全的。如果我说我被魔界追杀了1000年呢？我当初封印你体内的魔气，就是为了你我安危着想，没想到他们还是找上你了。我大感震惊，你这人，难不成我们俩魔头要飞升才好吗？苍银素轻笑一声，我黑着脸挡在他身前。苍银素把仔仔塞到我怀里，一把搂着我。我老脸一红，从他怀里退出来了。自我恢复记忆后，总是觉得很不自在。我行走世间数百年，不说清冷无尘，却也端得干脆飒爽，与苍银素这6年却时而黏糊腻歪。我速回了清月峰的茅草屋，很快各大宗门便围拢过来，只是没想到苍银素这般厉害，各大宗门愣是没能破了清月峰的结界。事情很快在1月后迎来了变数，大批魔族也掺和了进来。自1000年前3界大战魔族战败后，便允诺此后绝不踏进人界一步。此次魔族来人界的由头是羁押魔界叛徒。苍银素带领众弟子立于山头时，我以为就要大战一场。我把仔仔交给身后的弟子，魔拳擦掌站于他身后。结界在人魔两族的攻击下慢慢消融。人族带头人是青衡，他身着普通青衫，举着一柄没有灵力的普通铁剑。放了明霜，否则别怪我等手下无情。我汗下，大哥，有没有搞清楚谁跟谁是一伙的？我把夫人让与你，你当如何？拔魔气，回正途。他当年为了挣断与你的灵气，可是生生把自己弄成碎片。你可知，他一旦没了魔气，便会身死道消，魂飞魄散。青衡红着眼，望着我，道：总有办法的。我无奈道：看在当年我在秘境拼死救你的份上，你行行好，就别缠着我了吧。青衡怔愣道：什么？魔族带头魔是一位红衣男子，你们有完没完？要打便打。他率先拔剑，飞身跃起。多年不见，谁借于你的胆子？红衣男子还未靠近苍银素，便半空坠落。你……苍银素漫不经心地轻抬手，凌空虚握，下一瞬，那只手骤然落下。巨大的裂帛声响彻云霄，四周蓦地一静，凭空竟被撕开一道口子。却银素回身抱起仔仔，揽过我的腰身，不容置疑地带着我朝那道缝隙行去。我讨好道：夫君，咱们这是要去哪里？回家。啊！我惴惴不安地被拥着向前走，仔仔却兴奋地瞪大眼睛瞧着前方。明霜！我回头看见青衡往这边飞来，不过太迟了，空间裂缝很快就合上了。苍银素带着我和仔仔来到了一座魔气浓郁、古朴恢宏的大殿内，上首坐着一位白衣公子，在充满魔气的殿内显得他更加无尘端方。白衣公子盯着我瞧，明霜，别来无恙。又来？我谨慎地看着对方，问道：你是谁？我身上可还有封印？为了封印苍银素，你曾自告奋勇去苍银素身边当卧底，最后自己持剑扎进他心口。我一脸震惊地看着白衣公子，又看了一眼苍银素。我俩一个被窝睡了6年，竟是宿敌。
苍蝇素作恶多端，惹得三界不宁，人人得而诛之。无双，还不动手？白衣公子突然危重如山，速杀破人，我无端心头惴惴。仔仔在怀中不安地扭动，你做什么呀？你才是坏人，不怕你。我有点生气，你当我傻？我凭什么帮你做事？青衡，为难他做什么？难道你们三界除了本尊曾经用过的一柄剑，都奈我不得？青衡，他也叫青衡。明霜无法承受魔界魔气，故而你百年捏一次分身，把明霜牢牢握在手里，没想到如今还是失控了。明霜体内大阵已解，你跪下来求他也无用。你从哪里来，便回哪里去吧。本尊不喜在孩子面前动粗。仔仔怒瞪着青衡，仔仔不怕，动粗，动粗。青衡掌间幻化出一方小巧的玄色魔玺。众将士听令，绞杀苍蝇素，凡有退缩者，格杀勿论。殿内煞风凛冽，衣上鼓动，没想到片刻后重归寂静。青衡皱眉看向四周，苍蝇素在明霜耳旁说了什么？一个无甚威力的水球不经意间砸向了青衡。青衡没料到明霜会用这么幼稚的手段对付他，防备不及，被砸了个透心凉。比这还叫他心凉的是，掌间魔玺竟变软了。苍蝇素漫不经心道：“众将何在？”悄然间，四周黑压压站了一群兵将。那方魔玺不过是明霜当年抓了魔界的一把土捏的罢了。本尊为了哄明霜，赋予这泥巴一些权力，你真听信传闻，以为他可以一呼百应了？青衡狼狈地跑了。我纳闷，怎么叫他给跑了？有时候活着往往更痛苦。学我。苍蝇素说，他们曾经是好友。青衡本是魔界的一只魔，却日日扮作修士，一心向道，想要飞升上界。苍蝇素则想成为天上地下最强的魔。苍蝇素的实力日益提升，青衡却依旧固执己见。苍蝇素担任魔尊后，魔界是强，天界便想兵不血刃除掉苍蝇素。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三界大战，只是对苍蝇素一人的屠戮罢了。天界找到了青衡，并送给了他一把刚开灵幻明霜的仙剑。剑中有大阵，如果剑内大阵迟迟不起，明霜剑会在100年内被大阵绞杀。只要把剑插入苍蝇素胸口，便可封印他的修为。剑中大阵威力大部分分摊到苍蝇素体内。只要苍蝇素活着，明霜剑就活着。我与你同生共死。苍蝇素摇了摇头，明霜剑断则大阵解，魔尊亡则明霜剑断。我大叫，这不公平。后来呢？青衡起先是拒绝的，可是仙界特许他事成后给飞升令，于是青衡动摇了。青衡后来还是把明霜剑赠给了苍蝇素。没想到刚开智的小剑灵竟非常崇拜苍蝇素的强大，日日偷学魔界功法。只是仙剑学魔界功法不进反退，不久后便奄奄一息。后来不知怎地，这剑突然开窍了。100年后，等青衡行至魔尊寝殿时，明霜剑体内的大阵已经启动，魔尊苍蝇素早就不知道逃去哪里了。青衡向仙界请求飞升令，仙界却叫他暂代魔尊一职，等诛杀苍蝇素后再提飞升令。青衡很生气，却也毫无办法。明霜剑被体内大阵搅得久久不能化形，青衡每100年捏一个分身，投身于妇人肚中，在人界保护明霜剑。明霜受不得魔界魔气，体内大阵已趋于平和，自然也受不得仙界仙气。在青衡第10次捏好分身后，明霜剑醒了。每一世的青衡都坚定不移心向大道，努力飞升。没想到一个分身，第10世时竟然真的引发了飞升雷劫。青衡生气的想要召回分身，却发现竟被青衡用归虚剑斩断那缕意念。他施法想要掐散那抹分身，却发现分身已经很强大了。他很嫉妒青衡，没想到青衡却因为感知到明霜剑与自己的灵气中断而飞升失败。我问苍蝇宿，我真的捅了他一剑吗？苍蝇宿却神秘一笑，叫我猜。我又问，说什么我吃了你的灵丹，其实你巴不得给我当夫君吧？苍蝇宿又叫我猜。我怒气冲冲地举起拳头，苍蝇宿却捡起那方魔玺，翻过来给我瞧。只见上头写着明霜求取苍蝇素。苍蝇素笑盈盈地看着我，我有些不好意思。
苍蝇素微凉的唇轻轻贴在我的拳头上，我的拳头骤然松了。苍蝇素道：早就想说与你听，无心月明霜。苍蝇宿重新接管魔界，我成了魔后，仔仔成了魔界小太女。当初我对仔仔非常有信心，觉得仔仔努力也能飞升上界，现下怕是不可能了。不过看着仔仔在魔界呼朋引伴，很吃得开，还有苍蝇素不时教授功法，倒是比苦修飞升好多了。谁都没料到的是，天界竟把青衡捉来了，想要与魔界求和。我到时却发现捉错人了，被捉到的竟是青衡。青衡内丹被废，手无寸铁。他看见我，再也不叫我拔魔气回大道了，只是红着眼睛，一眨不眨地看着我。他说他踏遍千山万水来寻我。我叹了口气，叫他自行回人界吧。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青衡，倒是见过青衡一次。他身着一身红衣，做魔界商贩样，正在兜售自己的分身。没错，就是自己的分身，这次是与他自己共感的分身。他的分身被卖到各地当仆役，他觉得这样就可以混淆视听了，就不会被抓了。仙魔两界最终还是没有打起来，战争总会累积无辜。在一个平平无奇的早上，我突然想起了一切。我没有大喜或大悲，我重新挖了一捧土，捏了一方喜，用来求取苍蝇素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